这两天家里面没啥事儿了，那个房子的模型估计还要1个礼拜左右才能拆呢。这两天我可以出去玩一下，我打算去五台山逛一圈啊。妈，你去不去啊？我不能去吧，我走了咱们约的连忙也没法走了。对，那你在家看家了吧，然后我出去玩上几天，等过2天那个有人来抹家的时候，我再回来啊。哦，我现在去收拾一下。这就是我这次要带的行李，因为只去5、6天嘛，所以比较简单。我这次去五台山呀，要来一个大潮台，大潮台3天，然后我在景区再玩2天，5天时间左右啊。然后带2个石头饼当零食吃，饿了以后就吃这个就行了。然后还带了2个我们平遥牛肉，它这个都是这样小份包装的嘛，吃的时候也方便。到时候我徒步潮台的时候啊，就饿了吃这个牛肉，补充蛋白质。然后就是一个帽子，这边是相机，这前2天刚买的这个小相机也带上，刮胡刀、自拍杆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些衣服，这是带了件冲锋衣。五台山这2天还是挺冷的吧，晚上的时候最冷，所以带一个冲锋衣。这边都是短袖短裤换洗的衣服，这边是个薄的外套，白天我估计穿这个外套就可以了，但是晚上的话要穿这个冲锋衣。就一个小书包，然后加一个零食袋，就这样出发吧。那我走了啊。过2天那个有人来拆这个模型，给我打电话，第2天我就回来了，好吧？练什么下？拜拜。在家休息了2个月了，走吧。练着开车买啥？设置一下导航，我导五台山的南门，从我们这里开过去需要2小时22分钟，186公里，收费60块钱啊，全程高速。太原离五台山还挺近的。好，直接导航出发。然后把我的小相机啊架在前挡风玻璃这里了，这样我开车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来拍摄啊。我先试一下这个小相机，看看它拍的清不清楚啊。今天天气不错，阳光明媚的，心情也不错。看今天这天气多好呀，蓝天白云的，美美的。下了高速又开了10几分钟就到五台山了。我是昨天晚上预约的啊，车辆进山要预约的。你看预约了以后走这边，没有预约的就开不进去了，只能坐这里的大巴车进去。提前1天晚上12点在网上预约。这里面超级大的，前面才是售票大厅呢。我网上买好了，不需要再买了。检票进来了，门票135。如果没有预约到车的话，就坐这个大巴车啊，这是免费坐的，这大巴车。检票进来以后，距离核心景点五爷庙大白塔还有15公里的路程呢，开车过去都得半个小时啊。哇，这五台山大门离那个景点还是挺远的。五台山到达核心区了啊！这里面寺庙非常的多，我先去最有名的那个戴罗顶看一看啊，就在这个半山腰呢。看那个位置有一座寺庙，这就叫做小潮台。我先从这里爬上去看一看啊。到戴罗顶啊，1080个台阶。戴罗顶台阶方向，沿途有很多卖工艺品的摆摊的，很多都是佛珠、手串，还有香之类的。从这里就开始爬台阶了。我看看这个台阶啊，我看看有多陡，还好吧，1000个台阶相当于多少层楼啊？爬的人非常多，跟上大部队走就行了。这还有朝拜的人呢，磕头往上走啊。
走2个台阶，磕一个头，一直磕到山顶上去。哎呀，看这后面也是，这磕头的人不少呢。哎呀，跟西藏那个似的啊。最后一段台阶了，上下都是走这个通道呢。一会儿还得原路返回呢。哎呀，累死了！哇，佛顶福地，摸一摸福字吧，沾沾福气啊！继续走，这就是最后了，终于登顶了啊！半个多小时吧。戴罗顶小槽台，到那上面去观景，上面是观景台。哎呀，好累呀，出了一身汗了。小小戴罗顶拿下。哇，到这里来看风景啊！这上面视野真好，可以看到五台山的全景。在这山谷里面呢啊，站到这边看一下，可以看到那个大白塔现在维修呢，看不出来。这个是皇家寺院，明天去这里。那边还有书相寺。这个景色真是绝了啊！不枉我费这么大劲儿爬上来。哇塞，你看这个天空，超级蓝的啊！在市里面没有看到这么蓝的天空。不愧是4大佛教名山，五台山、普陀山、峨眉山，还有那个九华山。五台山全景啊！大家发现了吗？这个五台山的山顶它是平的啊，它不是那个山尖尖的，是平的。五台山就是有5个台啊，东南西北中5个台，那5个台是连通的啊。我明天就去走这个5台，在那山顶上有一条徒步路线啊，徒步那5个台叫做大潮台，大潮台走一圈7、80公里呢，要走3天。我今天走的这个戴罗顶叫小潮台啊，这小潮台是专门给那个乾隆皇帝修建的啊，因为那个皇帝来五台山的时候，他没有体力去走个5个台，所以在这里修建这个戴罗顶。意思是他从这儿走一遍，就相当于走了那5个台了。走吧，现在到这个后面的寺庙去。哎，我拍一个视频，别叫，我这不能断。到后面这个寺庙去转一下啊，也叫大罗顶。这个是正门，要从侧门进去。这个是收费的啊，8块钱，在这边买票，扫码买票就行了。哇塞，这个里面香火最旺了，这还排队上香呢。这个店人很多的，到这里转一转啊。这里是最重要的五方文殊殿，就是从东南西北中那5个台里面请下来的这个文殊的雕像啊，都在这里面放着呢。来这里一定要在这儿拜一拜。然后在它的旁边有一个碑啊，这个是乾隆御制的碑，这碑的背面还有乾隆亲笔写的诗呢。大家看看乾隆皇帝的亲笔写的字啊，看看他的字写的怎么样。这是一首诗，我只认识其中几句话啊。这个叫做阶下千年不老松。走去看看那个不老松，在这个后面呢。后面这里是那个大雄宝殿，前面有2个松树，说的就是这2个不老松啊，已经是1000年了，30多米高，苍翠挺拔呀。大雄宝殿里面的佛像就不能拍了啊，在这外面看看外观就可以了，庄严这种感觉。大家看我身后，这就是著名的五台山啦，中国4大佛教名山之一五台山。哇，我现在在这个山顶可以看到五台山的全景，非常壮观。从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地势啊，在一个山凹里呢，四周围啊这个群山环绕。
这里有非常多的寺庙。我在这个戴罗顶已经转完了啊，现在带大家到下面的那些寺庙里去转一转。这就是五台山的核心区了啊。核心区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寺庙，一定要逛一下：书相寺、五爷庙、塔院寺、显通寺、菩萨顶，他们都离得不远，步行就可以转到了。今天就逛一下这几个寺庙。我现在就在这个书相寺门口呢。你听这个名字啊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文殊菩萨雕像的寺庙。这是文殊菩萨最高的一个雕像，就在这里面呢。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嘛，所以里面供奉的是文殊菩萨啊。很多人在这里拍照。这里上香的人是真多呀，都有点走不动了。咱们还是到主殿里面去看文殊菩萨的雕像吧。里面是一个文殊菩萨坐着绿毛狮子的雕像，这个绿毛狮子它叫做酸泥。听说这个菩萨的头像啊是用荞麦面捏成的。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啊，就是说当时工匠在做这个菩萨雕像的时候，大家都没有见过文殊菩萨长啥样，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样雕他的头像。这时候呢，这个菩萨就显圣了啊，他的真身就降临了。哇，大家一看，哦，原来文殊菩萨长这样啊。然后正好后厨呢有一个厨师在和那个荞麦面呢，他顺手就用面团捏了一个这个菩萨的头像啊，然后装在这个雕像上面，还挺严丝合缝的。后来康熙皇帝不是也来这儿看过吗？他看了这个头像以后，提了4个字啊，就是瑞相天成，就是夸这个头像啊特别的自然，就像是天然形成的一样。这就是这个头像的故事啊，荞麦面做成的。从书相寺出来，走路5分钟，这就到了五爷庙了。这个地方是五台山人气最旺的庙了，求财的、求官的都到这里拜一拜。后面那个是大白塔，现在维修当中呢。从这里进去，这两边的栏杆啊，都是人多的时候排队用的。前2天农历5月13，五爷过生日，哎呀，当时人山人海呀，节假日来了也是人超多的。哇，这里面也是一堆人呐！你看，这全是来拜五爷的。哎呀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！这什么时候能排到前面去呀？人山人海呀！我站在台阶上拍一下，看看这个人气啊！五台山最火的这个寺庙，前面这里啊，那些都是给五爷的礼物，你看那礼物堆成山了。然后这上面专门有几个人收集五爷的礼物。前面是五爷的雕像啊，看看五爷长啥样呢？五爷其实是龙王的第5个儿子啊，主打的一个就是有求必应，所以很多人过来拜五爷求财。然后五爷爱吃水果啊，很多人就准备了水果。五爷也喜欢看戏，你看对面就是一个戏台，挺有意思的吧？在五爷这里拍张照，祝愿看我视频的朋友们今年都能发大财啊！五爷保佑你们发大财。五爷庙的后面是塔院寺，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大白塔，但是现在维修呢都包起来了，看不到那个大白塔。那里面供奉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子。佛祖涅槃了以后，他有84000颗舍利子啊，他的弟子就带着这些舍利子去全世界各地，宣扬佛法传教。每到一个地方就建立一个这个塔，存放他的舍利子啊。这个大白塔就是其中之一。塔院寺的后面就是显通寺了，这个寺庙可是厉害了。它是整个五台山的第1座寺庙，也是开山第1寺啊。它也是全国第2座寺庙。我们知道那个汉朝时候，摄摩腾和竺法来，去那个洛阳建了白马寺啊。白马寺是全国第1个寺庙。然后隔了几年，他们就来五台山这里建了这个寺庙，这个就是全国第2个寺庙，它的地位还是挺高的啊。现在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。进去参观的话，收费10块钱啊。
视频最后，我们去菩萨顶看一下，据说这里是文殊菩萨居住的地方。这个地方门票是10块钱，进来以后啊，有108级台阶，象征着人的108个烦恼。这个寺庙后来变成了皇家寺庙了，因为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来了以后，都住在这上面。其中这个牌匾啊，“临风胜境”这4个字，就是康熙皇帝题写的。你看它这个房顶全是黄色的琉璃瓦，这就象征着它是皇家寺院啊，规格很高。哇，你看这中间还有一个石头雕的这个龙，跟北京故宫太和殿似的啊，就皇帝住的地方才能雕这个龙呢。这估计也是真的，现在用玻璃保护起来了。哇，这是敕建真容院，敕的意思就是皇帝下令修建的啊。哎呀，真容院嘛，真容就是文殊菩萨的那个面容。哇塞，这进来以后，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啊，确实是有一种到了故宫金銮殿的感觉。你看这明晃晃的啊，金光闪闪的，不愧是皇家寺院。这后面是一个大文殊殿，你看这个柱子上的对联、房顶，还有那个牌匾，还有里面的佛像，全都是金光闪闪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“五台胜境”的这几个字，也是康熙皇帝写的啊。大雄宝殿前面有3个石碑啊，康熙留下的，乾隆的，前面这个是嘉庆的。每个皇帝来这里了以后就留一个碑，上面都是记录的他们来这里游玩的一些趣事啊。其中这个碑的上面，看那里，据说是文殊菩萨的脚印啊。不管是阴天晴天，那里总有一个印记啊，也干不了，不知道是水呢还是油呢啊。据说没有人能破解，确实像一个脚印啊。大家来的时候看一看吧。看这里有2口铁锅，这个锅非常大，这个是腊八的时候煮腊八粥用的啊。据说有个小和尚掉进去都爬不出来了，很深的啊。这个口也非常大，哇，这里拿着大铲子不停的在这铲呢啊，好几个人站在这上面铲，不然粥都糊了。这里面有好多钱的。五台山有几个寺庙挺神奇的啊，明月池可以看到前世今生，镇海寺就是顺治皇帝出家那个地方，还有龙泉寺啊，这里的可以打那个山泉水，今天我都去看一看。先去明月池看一下，这个寺庙在半山腰呢，盘山路从这儿走上去，全是上坡路，走的还挺累的啊。可以坐车上来的，10块钱一个人，这人还是挺多的啊，来这里的人。不过我是走上来的，10分钟就走上来了，这就到门口了。明月池，在这里拍个照先。人还是挺多的，从这儿排队进去。哎呀，好有仪式感呐！这么曲径通幽吗？我看看，哇，这么多旗子啊，有求必应，有求必应，显灵了，在这儿排队。明月池啊，就在这个小房子里呢。房间里就是这样子的，非常小。中间有一个水池，里面有一个碗口那么大的小池子啊，大家都是慕名而来，据说在里面能看到前世和今生，挨个排队下去看。哇，到我看了啊，就这一个水池子，哇，看看有什么呀？
黑不隆咚的，看上3-5秒就行了。哎呀，啥也看不到啊！经过我的实际验证，里面黑乎乎的，啥也看不见啊！别说看前世今生了，就一轮明月也看不到，因为在一个房间里嘛，那明月都被挡住了，怎么能看到呢？哎呀，在这看看风景就行了，这个只是个故事啊，大家听听就行了。你要不信邪的话，就自己爬上去看，还挺累的。现在到镇海寺去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是西藏一个活佛住过好多年了。他每次从西藏来五台山的时候就住在这儿，在这悬崖上呢啊，走台阶上去。这个寺庙游客也很多啊，哗哗往上走呢。这里为啥叫镇海寺啊？据说以前是有一个泉眼，海水从泉眼里就流出来了，淹没了这一片了。所以菩萨在这里盖了一座塔，把这个泉眼镇住了，所以叫镇海寺。哇哦，这里面就是活佛的灵塔了，也是一个大白塔，西藏风格的呀，很多人呐。这边的壁画也很好看啊。这个灵塔呀，就是这个活佛去世以后，舍利塔就埋在这里。你看后面是那个祈福殿，整个五台山啊，只有这里有这个祈福殿。据说那个顺治皇帝就是在这儿出家的嘛。后来这个西藏的活佛来了以后，就住在这里。很多人在绕着这个塔转啊转，转啊转啊。最后来这个龙泉寺转一下。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泉水，被传的神乎其神啊！在那个侧面呢，买桶啊你吗？我就拿一个矿泉水瓶，不买啊？这儿有卖桶的，10块钱一个呀。都没买桶了。哎呀，这桶大。啊，这25的啊，这个10块的啊。哎，这是最小的啊，我拿的这个，太搞笑了。打水的地方就在这儿呢，排队呢啊。这都拿的大桶小桶，我到跟前去看看先。哇，在这里头呢。这个水这么好喝吗？看看源头。哇，从那下面舀上来的，舀在这大盆里面，然后再装到这些桶里头啊。我都急着。那里面的水不知道是怎么来的，从山上渗下来的吧？排队10分钟吧，人不是很多。我1分钟都不想排呀，算了，我就不喝了。关键是我排队半天，只打着1小瓶，不太划算啊。然后看看这个打水田周围的环境啊，都是这个大山。山上树木很多，这涵养水源的啊，估计水就是从这山上渗下去的。身后这个就是五台山的观音洞了，大家看啊，它是建在悬崖峭壁上的，感觉是挂上去的啊。观音呢也在这里显现过啊。哇塞，大家看看那个地方，真不可思议呢，怎么就建到那里去了？最高的那个地方啊，就悬崖峭壁上。走吧，咱们进去看一看，还挺有挑战性的啊。门口有一大片停车的地方，这里收费5块钱啊。大门口，这个台阶走起来有点像西藏的布达拉宫那种感觉啊，因为西藏的达赖喇嘛6世啊在这里住过。这个路是之字形的啊，不停的在这个悬崖上盘旋。台工代表。哎呀，这条路走得好累呀，腿脚不好的人就别爬了啊。应该是快到顶了，这就到头了，太累了啊。哇，咱们进去 look。
最中间肯定就是观音殿啊，去看看那几个洞，在这房子后头呢。哇，这么些人吗？还要排队呢，这是啊，好多人呀！哇，这还可以打水呢。这后面有2个洞啊，这个里面可以打水，然后这个是观音洞。传说那个观音菩萨就在这里面修炼过，然后在这里显圣过。很多不能生孩子的人，在这洞里面打坐几天啊，就可以生孩子了，很神奇的。那个达赖喇嘛也在这里修炼过。很小的一个洞，只能1个人进去啊。我可不是乱说的啊，它这个门票的背面有介绍，这上面写着的。求子的就可以到这里面去拜一拜啊，咱没有那个需求就不拜了。哇，从这里看一下走过来的路啊，下面全是这个台阶，一层一层的，很像是布达拉宫的那条路，朝拜之路啊。看这个人就像一条蛇一样这样走着，这个地方视野不错，看风景很好的。看对面的山上树木很多，很凉快啊，今天是阴天。来五台山旅游，如果想吃一顿素斋饭，到这个寺庙里就可以了，普化寺啊。进去带大家看看吃的怎么样。来这个寺庙吃斋饭的人非常多，一到饭点啊，就特别多人，在前面排队呢啊。你看这里已经开始排队了，哎呀！中午晚上都可以吃饭啊。看这里牌子上写着呢，清凉素斋饭。排队的时候先吃西瓜。哎呀，我拿2颗西瓜。估计是里面坐满了，走了1个人还是进1个人啊，跟这个餐厅似的。餐厅里人挺多呀，餐厅也挺大的，自助餐，38一位，随便吃，座位也是随便坐的。看一下有些啥菜啊，吃好几种呢，全是素菜，茄子、豆角、黄瓜。豆腐、白菜之类的啊，反正全是素的，正好合我胃口，因为我平时就吃素。然后主食有馒头、米饭，糕点，还有面条，选择性还挺多的嘛。打好饭以后自己找座位，跟自助餐厅一样的。然后这边还有白开水，有吃有喝啊。品种特别多啊，很丰富的。好几种菜，但全是素的啊，南瓜呀、豆皮儿、土豆，这个芹菜什么的，馒头、米饭都有，海带，这个粉丝、菠菜，这个是油面，这个好吃，油面鱼、豆腐，全素的啊，这一盘就够我吃了，不够再去加。全是人啊！这里吃饭太划算了，这2天我就一直在这儿吃吧。五台山这边景区里面那些饭馆还挺贵的，就吃碗那个刀削面呀、牛肉面都得30块钱，这38块钱吃这个自助餐，哇，简直是太好了，推荐给大家。吃完饭回房间休息一下，给大家看看我在五台山住的啥地方。在3楼的楼顶呢，我住了家民宿啊，民宿客栈。五台山这边非常多的民宿，出来玩嘛，不要求住的多好，干净卫生就行了啊。床单被罩呢，这些干干净净的就行。从这窗户看出去，你看这前面全都是客栈民宿，这房顶上都是太阳能。哇，前面就是大山了，这是山景房，
山景房啊，在房间里就看到山了。房间很小的，130多块钱啊，它这没有卫生间，公共的卫生间，但是房间里还打扫得很干净。最主要是我这个房间外面的景色很好啊，你看这视野多开阔，哇，这边也全是大山，山景房，出门见山呀。看前面这些房间全都是民宿，这个也是民宿，在这都看到房间里头了啊。你看他们这边的房间，这房顶上全都是这个热水器吧，这是。哇，大山里的空气很好啊，我这个视野也很棒啊，一出来这么好的视野，青山绿水的啊。这是洗的衣服，还洗的这个床单被罩晾在这儿。哎呀，还不错吧？很有性价比啊，130多块钱。在五台山还有一个地方能吃斋饭啊，就是这里广化寺，走进去看一看，不知道收不收费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夜景也很美的，它晚上啊那个灯光打开美轮美奂的，但是现在好像夜景不开了。快进来，现在饭点到了，咱们去蹭顿饭。哇塞，这里的寺庙金碧辉煌的啊，你看，看这个房顶，金灿灿的，非常的宏伟壮观，长金楼啊。哇，这个斋堂不对外呀，这里面就是你看有很多桌椅板凳啊、餐桌啥的。以前是对外的，现在不对外了。这里现在没有那个对外的斋饭了啊，之前攻略上有，现在没有了。今天又换了一家民宿啊，哇，也是在这个山脚下呢。看这个风景多好啊，这山上绿油油的，山景房。我现在站在这个房顶上看看风景啊。这估计是一个村子，这村子里面全都是开民宿、开客栈的啊。现在是淡季，这房价都很便宜的。你看对面还有个寺庙呢，那个是打泉水的那个寺庙啊。哇，这太养眼了，这个视线太好了啊，房顶上的视线不错。那边就是碧山寺啊。这里因为离那个核心景区有点远啊，所以它价格也很便宜的。去看看我房间里头，我在2楼呢。哇，好几间房，我住这边，看这个阳光洒进来，干净亮堂啊，非常的敞亮。窗外的景色，看出去就是那个山景啊，非常棒。这个房间才147块钱啊！我订的是双床房，结果来了以后，他这很多房间都空着嘛。那个房东说给你个大床房住吧，因为大床房他卖的贵。这边卫生间也很干净，挺不错吧？感觉是新装修的、新开业的啊。大家只要不在那个五台山的核心区住啊，这个房价都会便宜一点。如果你在五爷庙呀、那个书相寺那边是最贵的啊，往这些山凹里面稍微走一走就便宜了。我现在五台山的核心区，五台山的寺庙太多了，今天继续逛几个有特色一点的。现在到碧山寺去转一下啊，这个是五台山的一个大寺，这个寺的创建过程还挺有意思的，跟大家讲一讲。当时呢，有2个得道高僧，他们就去北台那里朝拜去了。结果呢，当时特别的冷，路上有2个其他的朝拜者就被冻死了。这2个僧人看到以后，就慈悲心就大发慈悲嘛，就想给他们建立一个，就是能歇息、能吃饭的这么个地方啊，所以就有了这个寺庙了。从他创立那天开始啊，这个寺庙就秉持着这个僧人只要来了就免费吃、免费住。这种十方禅寺的理念啊，所以现在，
很受到这些僧人的欢迎和尊重。然后比如说你来这里的没有钱了，没有盘缠了，你走的时候还给你发给盘缠啊。然后看这里，这里有个牌匾啊，你拍一下。护国碧山十方普济禅寺，这个是赵代文提的。大家知道赵代文是谁吗？是那个阎锡山，是那个当时山西的一把手嘛。这个赵代文就是二把手，就是阎锡山的军师啊。因为他也是五台山的人，所以人家让他在这儿提了个牌匾挂在这儿。你看那里写的“中华民国”嘛。当时他是山西省政府的主席啊，2号人物。走吧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这个寺庙里面还有一个看点，就是它有一个戒坛，这是整个五台山唯一的一个戒坛，就是这里啊。戒坛是干啥用的呢？就是这个和尚出家的时候受戒的啊，有这个沙弥戒啊、比丘戒呀、菩萨戒啊。来到跟前看看，受戒的时候啊，要有3施7正，然后这个房的房顶上还有4周围都有很多的佛像，意思是在这么多佛像的见证下，然后受这个戒，就正式出家了啊。哎，这里看看，这里面还有一个正中央有一个玉佛，那个是从缅甸运回来的玉啊。那个玉呢是真人大小的，然后坐在这里就像一个真人一样，特别的逼真。它这一个是戒坛，一个是玉佛啊，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。哪个是9道木啊？就是这个吗？这是6道木师傅，哪个是9道啊？没有9道木。这是降龙木吗？也叫？降龙木。怎么看它是几道木呢？是有几个条就是几道吗？6道。6道木，最高是9道木，9道木也叫降龙木啊。也是6道木。哇，这里这多少钱卖呀？这个？这个要45，这个要35。这个35呢？嗯。哎呀妈呀！这个珠子就是6道木车出来的啊！对你看，对。这个也是。嗯。哎，和这个对比一下，它本来的木头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做出来的手串就是这样了。这是打过蜡的吧？这手串没有蜡，哪有蜡压手刮呢？这是啊，这是没有加工的，这是加工好的。你看咱们穆桂英破天门阵就是用的这个6道木啊。啊，你看每个柱草降龙木就降龙木嘛。啊，降龙啊，穆桂英的故事都来了。对呀，还有五郎庙吗？这里还有啊，有五郎庙。我现在到了竹林寺了。五台山并没有竹子，但这个寺庙叫做竹林寺，很小众的一个寺庙啊。来这里的游客比较少。我之所以来这里呢，是因为这个庙有3个特点。第一个啊，它是五台山最大的寺庙，占地面积非常的广，哇，这依山而建的啊，上下好几层呢。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地势非常高。站在这个寺庙里面啊，可以俯瞰这个4周围的风景。你看，看得很远啊，这视野很宽广。因为它在一个半山腰呢，可以看出去很远。第3个特点啊，就是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个日本的高僧来这个寺庙里面学习过佛法。后来这个日本高僧回国了以后，写了很多的回忆录之类的啊，就记录了他在这个寺庙的一些生活日常，所以他还见证了就是日本人向咱们学习的那个过程。但是很遗憾啊，历史上这个寺庙已经被毁坏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所有的建筑呀什么，全都是后建的，1984年以后重新建的啊，所以现在建得非常的雄伟壮观。这个寺庙里唯一留的一个遗迹啊，就是那个白色的塔，那个是明朝的，非常的美啊，一共5层的砖塔，塔的那个边上都有铃铛的，风一吹过来，叮叮当当的响啊，声音也好听，然后塔的外观也漂亮。这里有个观音菩萨的雕像，被誉为五台山最美的观音菩萨，确实是线条非常流畅。是一个女性的形象啊。现在到吉福寺看一下，当时杨家将啊，那个杨五郎在里头供奉的呢。杨五郎来这个五台山出家，进去找一找杨家将的故事啊。要爬一段台阶，
但是现在这个寺庙里面住的都是尼姑，五台山的尼姑都集中到这里居住了啊。吉福寺门口有2个超大的转经筒啊，有人在转。这个寺庙里面正在维修呢，我找一找那个杨五郎的店在哪里啊？这是文殊殿，哦，应该就是这个啊。你看这个也在修呢，正中间啊，杨五郎。前面摆着这么多贡品啊，这都是游客过来摆上的嘛。啊，各种水果还摆着油呢，鲜花。杨五郎曾经在五台山的那个太平兴国寺出家，但是那个寺庙已经毁坏了，现在呀，就在这里给他建了个殿，供奉他的这个雕像啊。现在到了罗侯寺了，这个寺也比较有名。他这个罗侯是啥意思？就是那个佛祖释迦牟尼，他出家之前有老婆和孩子的，他孩子就叫罗侯罗，也成为释迦牟尼以后10大弟子之一，所以这个寺庙就是纪念他儿子的啊。他这个寺庙门口有2个石狮子，据说是唐朝的狮子啊，距今已经1000年了，威武霸气啊。有人磕头呢，这个店也是挺大的。先看看这个石狮子吧。然后它这里最有名的啊，有一个开花见佛的那个店呢，我们去找一找。花开见佛就在这里面呢，这是它这个店里面最主要的看点，很有名的啊。就是正中间，大家看那个佛像啊，四周围有个花瓣，这个花瓣是可以打开合住的。而且是可以转的，一边转一边打开合住，这个很神奇的，它是一个机关，它中间有个轴，那个轴就是用一棵枯死的树来做成的。现在也不知道啥时候它有这个表演呢。站在罗侯寺院子里面，就可以看到对面的范仙山，山顶啊就是狐仙庙供奉的狐仙呢。那个是求姻缘的人上去要拜一下，但是那条路特别难走，要爬这么高呢，而且没有台阶，全都是土路，非常的难走。有一句话叫做自古情路最难走啊，如果求姻缘求爱情的可以爬上去拜一拜啊。哎呀，我就不去了。那个是五台山第2难走的路，第1难走的啊就是这个戴罗顶。那天我第1天来五台山就爬的这个戴罗顶，也是台阶特别的陡，比范仙山还高呢。我来五台山已经玩了4天了啊，把这些有名的寺庙都转了一遍。好，寺庙就拍到这里吧，明天我就要去徒步大潮台了啊，把这5个台都走一遍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看这里有好多牛呀，悠闲的吃着草，风景太美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五台山，今天要去徒步大潮台了，沿着五台山的东南西北中5个台转一圈，就是大潮台。潮台一次，幸福一生。转一圈50-60公里呢，要走2-3天的时间。我手上有一个潮台的地图，对着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只有我一个人去，全程记录一下这个潮台之路啊，然后看看这个地图。地图最中间就是五台山核心区，五爷庙呀、大白塔呀、书相寺都在这里呢。然后它的4周围是东台、北台、中台、西台，这边上还有南台，可以顺时针转，也可以逆时针转。大部分人是顺时针顺潮，但是这样就是爬山比较多。所以我打算逆潮，从东台开始，然后逆时针转一圈，转到南台，结束啊。全长有50多公里。我先从戴罗顶这里，然后打个出租车去鸿门岩，从鸿门岩开始往东台走，然后再返回来去北台、中台、西台啊。打了个出租车，
90块钱到达这个鸿门岩了。从这里开始徒步，鸿门岩，往这边是东台，往那边是北台，它正好在这个岔路口啊。从这边开始走，这里车还挺多的，有很多卖小吃的，还有自助餐的，车也开到这里啊，可以开过来。从这里开始走，从这边就分开岔路了。这大路给汽车走啊，小路是人徒步的。坐车朝台的话350块钱，带你这5个台都转一下，一天就转完了。像这个徒步朝台要2、3天呢。人家都下来了，我才往上走啊。我这出发的有点晚。哇，这牛都是散养的啊，这牛耳朵上都带着标志呢。哞！这个牛一直看着我，你看啥呢？看小黄花都开了，这牛很悠闲的在吃草啊。山坡上全都是这种土路，哎，也不难走啊，就是有点累。哎呀，好累，大口喘气。别人都是结伴来朝台啊，2、3个人、3、5个人这样，像我一个人的这种很少吧。哎呀，走了40分钟，到达东台顶望海峰。这个地方海拔2796米。这个牌楼跟前要拍张照的啊。继续往上走，后面有个塔，那个叫做解脱塔，到上面看看风景。这边碰到好多徒步的驴友啊，哇，都是很专业的装备呀，登山杖啥的啊。我没有带登山杖啊，我只带了一个自拍杆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业余。朝台的车辆都停在这边。这都是五台山景区里的车啊，我们自己的私家车是不让开进来的，只能坐他这个车才行。然后这个东峰啊叫做望海峰，为啥叫这名字呢？因为我们从这里看出去，你看层层叠叠的这个山脉，就像海里的波浪一样啊，非常的辽阔这种感觉，所以叫望海峰。这个地方也是看日出的最佳地点啊。我们可以挂单住在这个东峰的，这里有2层小楼可以住宿，早上就可以起来看日出。然后这边有几个巨大的佛像啊，供人参拜的，哇，都3层楼那么高的佛像了。大肚弥勒佛这么大，继续往上走。这个就是东台的主殿，里头供奉的聪明文书，每个台文书的这个叫法都不一样啊，这个是聪明文书，这里面可以盖章的啊，就是盖个这个章，表示来过这里了。就在门口看一下啊，很多人朝拜的。在东台转一转，就赶紧走吧，路还长着呢。今天要走到北台那边去住宿啊。大家看一下前面那个山顶就是北台。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可以走上去。晚上啊，我就住在北台和西台之间的那个澡浴池，这个是西台，这房顶。你看中间这里有一个房子，我就住在这里啊。今天晚上，这路还长着呢，赶紧走吧。你看看这个路有多长，从这里走过去，从东台走下来，又路过鸿门岩了。在这里可以吃点东西，补充一下体力，有那个自助餐的速食，还有方便面、矿泉水啥的都可以买啊。其实刚才可以把包寄存在这里，哎呀，背着包上去很累的。现在继续往北台的方向走，沿着这里走上去，还有13公里到北台。去北台路上的风景很美。这里还有树呢，全是这种松树啊，大草坪，绿色的树，非常的养眼。
今天天气也很给力，看前面那个白云，像不像棉花糖？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太美了！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哎呀，这首诗写在这里太合适不过了啊！前面这一段都是大平路，比较好走一点啊。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台怀镇啊，那个菩萨顶那里皇家寺院，哇，看得很清楚啊。在那边还可以看到大风车呢，10好几个啊。你看这边的山坡上就没有草，很奇怪啊。五台山这边的山坡上就有草。我怀疑这是人工种的啊，这景区里面自己种的嘛，应该是啊。只要出了景区，其他山坡上就没草了。我发现了啊，它这个树都是在半山腰长的呢，这山顶上是不长树的。你看，山顶都是草坪。哈哈哈哈。一个人来徒步朝台也没关系啊，路上就会遇到很多人。你看那里他们在拍照呢，站了一群人。走不动了，坐这休息一下。哎呀，吃点东西吧，我也给大家看看我都带了些啥啊。哎，小石头饼，然后带着我们平遥牛肉，是这种小袋装的，打开就能吃的啊。然后就是这个衣服。带了个很薄很薄的秋裤，这是速干的毛巾，然后就是一个冲锋衣。冲锋衣不一定能穿得到，但是得预备的啊。山顶的天气多变，还带了瓶水，水也快喝完了，一会儿再买吧。然后就是自拍杆，没别的了。哎呀，徒步的时候不能带太多东西啊，带的东西特别重，走路就走不快了。现在我吃点牛肉，补充点蛋白质啊。徒步路上带点这种牛肉就挺好的，可惜我橱窗没有啊，我橱窗只有石头饼。吃完了也不要乱扔垃圾，装在这个袋子里，一会儿找到垃圾桶再扔。这半山腰上有个法云寺，门口有补给点啊。我看好多人吃泡面呢，我的水喝完了，我再买瓶水。我买瓶脉动，10块钱，矿泉水是5块钱啊。继续走吧，不能停。休息好了，继续走，走到公路上来了。前面就是那段大爬坡，爬上去就到北台了，好高啊！哎呀，这一段太难爬了，要了我的老命了，好陡呀！这可能就是这一路上最难的一段路了啊！看这朝台的队伍，后面还有10几个人呢，一路上不孤单啊！再休息会儿啊，这里风景不错。刚买的脉动也快喝完了。到达华北无极的牌坊下面了。这个北台是华北地区最高的啊，叫华北无极。这儿也有卖小吃、卖饮料的，补充体力。他这些小吃是用这货车拉上来的啊，可乐啥的，直接就开车上来了。我吃个泡面，榨菜、火腿、鸡蛋，一瓶水啊，补充一下体力吧。看大部队追上来了，都在这儿拍照呢。早上8点半走的，现在已经2点了，
走了5个多小时吧，到达这里啊。未完待续，下期更精彩。终于走到北台顶了，北台叫做叶斗峰，海拔3061米，它是5个台当中最高的啊，也是华北地区最高的地方，称作华北无极。北台上面有点冷，我穿上外套了啊。这个北台上面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的平整，而且广阔啊。这山顶上是一大块平地，这些车都停在这里。到这寺庙里去转一下，很多摆摊的啊。香袋、手帕、陀罗尼。这北台的寺庙非常简单，没有东台的那么壮观。从这小门进来了，里面是这个样子的。北台这里人也挺多的，这边的文书叫做无垢文书。不能进去拍，就在外头看看吧。无垢文书，这些怎么这么多米面油啊？然后这边是盖章的，给那个盖章还排队呢。现在，好了，又加了个北台顶的印，这不是免费盖的啊，10块钱盖一次。北台顶上龙王庙。这不是那个五爷的老家吗？山下那个五爷庙啊，就是从这里请下去的。看一下里头，供奉的龙王。五爷庙求财的啊，看这人声鼎沸啊。因为这里交通不方便，所以专门把五爷请到那个下面去，供大家参拜啊。其实这里才是五爷的老家。这北台上面还挺热闹的呀，人很多。好，咱现在继续往前走啊。前面我已经能看到中台了，就是这里。然后中间有一个寺庙叫早玉池，我今天就打算住在这里啊，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走过去差不多还得1个小时。这条是土路，这汽车一过尘土飞扬的啊，赶紧走，通过这一段。哎呀，全是这个土路，我们还是尽量走这个草坪上，草坪上没有土。大家看这一大片绿油油的大草原，这属于高山草甸。它的特点就是没有树，一棵树都没有啊，因为这里海拔挺高的嘛。哇，这里有几匹马在吃草呢。这里没有牛啊，全是马。哎呀，感觉这里像我们山西的阿勒泰呀，太美了。跑起来！哦，你好，阿勒泰。这有洒水车养护草坪呢，怪不得这边的草长得比较好啊，绿油油的，很养眼。终于到达早玉池了，现在下午4点半，走了8个小时了，太累了，走不动了，就住这里了。今天这在修盖呢，这里那里有3层的楼，应该是可以挂单住宿的啊，过去看一看。果然是啊，在前面登记还挺多人。进去以后登记身份证，然后扫码100块钱啊，就可以住了。管早餐和晚餐，8个人1间房，带大家看看房间怎么样啊？这里面还有按摩椅呢，
走累了可以在上面按摩一下。我在这个房间看一下啊，8个人，上面2个，下面睡5个人，然后这里还能睡1个人，一共8个人。哈，这下边要睡5个人啊，大通铺这种感觉，采光还不错。你看有个大窗户，这边还有马桶，抽水马桶啊，挺好。这里还可以洗澡，有热水器，条件还不错呢，比我想象中要好啊。这里有洗手池，这上面有热水的，是可以洗澡，但是要自己拿毛巾，自己要带卫生纸啥的。这个床铺是随机分的啊，谁先来谁挑位置。我来了以后只剩这2边的位置了啊。刚洗个澡，特别舒服。大家看，我脚上起泡了，这还挺大的，这么大一个泡吗？这个脚也是，同样的位置啊，起泡，按起来有点疼，不按它的话就不疼。这才徒步第1天就起这么大的泡呀，这也有点恐怖呢。接下来还有2天呢。吃饭时间到了，晚上6点吃饭。看看吃啥，有面条，有米饭，还有馒头啊。我打点面条。我主要是想喝这个汤的，热乎乎的喝上一碗。山顶上比较冷嘛，然后都是素菜，西葫芦、土豆丝儿、白菜、油麦菜、蘑菇，然后可以选米饭，可以选这个馒头。看我后面也坐了那么多人，吃饭时候人最多了。第2天，吃完饭出发了啊，不到7点钟。早上有点冷，我穿上冲锋衣了。这是一个团队的，我一个人先走了。今天是2024年6月29号，徒步大潮台的第2天。今天是个阴天呀，我怕一会儿估计会下雨呢。赶紧走吧，来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带着雨衣啊，因为这徒步的一路上连个凉亭都没有，真的下开雨啊，躲都没地方躲。而且一下雨，这山上就会很冷。五台山这里就是早晚温差大，早上和晚上特别冷啊，白天就暖和了。大家快看远处的这些山脉，哇，这样一层一层的连绵不绝，层层叠叠的感觉啊，像不像中国的水墨画？以前以为那个水墨画是写意的，现在才知道是写实的，真实存在的这种水墨画。爬上这个山坡就到中台了，汽车走这边的大路，徒步的人走这里的小路。哎呀，这爬上去还是挺陡的吧，这个坡。逆潮的和顺潮的大部队在这里汇合了，这里是往上走的，他们是往下走的。这队伍都挺长的，一个队伍20-30人呢，在这里会师了。哎呀，这里有几匹野马，这是小马。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。到达中台了，这里有个小门，从这里就进去了，从侧门进去的，等于是啊。哎呀，哇，里面是这样子的。中台这规模相当大了呀，文殊殿、大雄宝殿，这边是挂单住宿的。看这情况，住宿的条件应该不差啊。然后这里有一大片黄色的这个花，这个叫做佛波花。大家看，它有个特点啊，就是长得特别像，就是和尚敲的那个钵，所以叫做佛波花。这一大片还蛮好看的啊，在别的台没有看到这个花。文殊殿。中台的文殊叫做如同文殊啊，文殊菩萨化身成一个小童啊，
现在时间太早了，大雄宝殿还没开门啊，可能要8点多才开门呢。盖章的地方在罗汉殿呢，就是这个地方也没有开门，还等着给这个地图上盖个章呢。盖章都排队呢啊，现在好多人的。大印在这里自己盖，一个仪式感。我已经盖好了。未完待续，后期更精彩。中台叫做翠岩峰，盖了章继续走，穿上雨衣了，下点毛毛小雨。这个中台的海拔2790多米，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而且开阔。这上面建的这个演教寺也是5个台当中最大的啊！赶紧跟上大部队啊！说一下我今天的线路，今天要从中台顶走到西台顶，然后走到吉祥寺，接着去到狮子窝，然后再走到金阁寺，它旁边有一个叫大南庄村的地方，晚上就住在这个村里。然后明天呢去南台。走了一会儿雨又停了，现在出太阳了，把雨衣都脱了。爬上前面这个山坡就到西台了，挂月峰，然后要原路返回，再从这边下去啊，一上一下都要从这里走。看现在路上徒步的人挺多的吧，这么些人呢，那里也是一堆人。这里也可以吃东西补充体力啊，方便面、饮料啥的。如果他们是组队的话，就可以把书包放在这里，领队看着，其他队员轻装上阵去爬这个坡。哎呀，这个应该叫绝望坡，爬上去一会儿还得下来呢，关键是上面那个叫法雷寺，没人给我看包，那我只能自己走了。哎呀，一个人徒步就是这样啊，书包背上去。这个绝望坡充分证明了一句话：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就成了路啊！哎呀，路虽远，行则将至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，终于爬上来了啊！西台挂月峰，海拔2773米。这个西台这上面啊，也是一整块大平地，非常的平整。挂月峰顾名思义就是赏月的好地方啊，在这山顶上赏月。这里面的寺庙就比较简单了，没有中台那么宏伟壮观啊，就这么简简单单几个房子。这是文殊殿，西台的文殊叫做狮子吼文殊，门口瞅一眼啊，狮子吼。再去这边盖个章，盖章是保留节目啊。下盖盖吧。行。应该在这儿盖。盖这儿吧。每个台它章都不一样是吧？是。行。西台顶上这个寺庙是最简陋的啊。这个庙跟前都没有摆摊的，车也没有几个啊，就这2个车。好了，转一转就可以走了，去下一个。给100的能照开哈。这里没有网，我买瓶水，用不了微信。再买一个东鹏特饮啊，补充能量。买香蕉，这山上还卖香蕉，10块3个，卖的太贵了，老板。贵。从西台下来了，吃点东西。我看这还卖西红柿呢，10块钱4个。再往前走，全是这种土路了。哎呀，这过一个车尘土飞扬的，太脏了啊！
避不开，只能走汽车这条路。其他人也在这儿走着呢。逆潮和顺潮的人在这里又撞车了，又会面了啊！尘土飞扬的，找个地方会面呀，真不是个好地方。这么小的2个小朋友，小朋友你几岁吗？太厉害了啊！从西台下来，路过吉祥寺了。哇，这个寺庙门口超级热闹的，卖小吃的这么多呢，看这个热闹吧。这里卖的东西就更丰富了。这个寺庙有一个标志性的桥，叫做清凉桥，因为有河水流过嘛，所以挺凉快的。这桥的造型也挺美。从这里看吉祥寺的全景，这个寺庙建的还是不错的。这里海拔是2400多，你看这四周围就有很多的树了。你看山顶呢是2800-2900的那个海拔，山顶就没有树啊，所以就差了这么几百米的高度啊，这个差别就挺大的。从这里可以回望一下我们今天走过的路，那个地方就是中台，它的下面就是吉祥寺。你看啊，我们从中台先走到西台这里，然后一路下坡走这个弯弯绕，走到吉祥寺，又从那里走过来。如果从中台往过走，一路都是下坡；如果从吉祥寺往上走，一路都是上坡。这么长的绝望坡啊，这才是西台顶呢。所以我感觉逆时针朝台轻松一点啊，下坡路多嘛。回望我走过的这个路啊，我真是太佩服我自己了。大早上7点钟从那边出发的，中台那边找浴池，这一路这样走过来啊，现在已经下午1点钟了，走了6个小时啊，到这里。这一段路就是森林和草甸同时出现了，而且还有牛。哎呀，这感觉像是梦中的场景啊，很哇塞呀！穿过一片树林，全都是针叶林。又下起小雨了，所以把雨衣又穿上了。前面这里就是狮子窝这个寺庙，在它的正下方就是竹林寺，这个我也去过了啊，它是五台山最大的寺庙。狮子窝这个寺庙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琉璃宝塔，它是五台山的唯一一个琉璃的塔，非常的美，可以在那里合张影，然后就可以继续走了。你看看，还要从这里爬上去呢，路还长着呢。从狮子窝走到这个金阁寺啊，一路上全是这个小路，在这个密林里面啊，根本都没有路，全靠人走出来的路。金阁寺门口有一个这个阁楼，前面200米就到寺院了，我已经没有力气了。走到大南庄村了，今晚就住这儿吧。现在都下午4点了，这下面有很多的民宿啊，下去找一个，现找。我刚找到住的地方，外面就开始狂风大雨了。这个雨突然之间就下开了，你看这房顶上下得多大？哇塞，远处的山都看不到了。哦，下冰雹了。看这房顶上，那屋檐上的白点点就是冰雹。突然之间下起来的啊！哇，还好我来得及时。我刚到房间也就20多分钟的时间啊，哗哗哗就下了。我这个是多人间啊，目前睡3个人，120块钱，还包早餐和晚餐，我觉得还可以吧。我就坐在窗户边看外面下冰雹，
今天我运气太好了。今天6月30号，五台山大潮台徒步第3天啊。昨天晚上住在这个大南庄村，一言难尽啊，吃住条件都很一般，多人间，晚上也没怎么睡好，然后卫生间还是那种旱厕啊，我都没有上厕所。今天早上5点多就醒了，现在早上6点多赶紧吃了饭我就出来了啊，早一点走吧。今天是个大太阳啊，大晴天。今天的任务就是从大南庄出发，然后去南台，然后经过佛母洞去白云寺就结束了啊。然后要穿过前面这片树林，这里离西门的售票处很近的。这个树木挺密的呀，里面挂了很多的经幡，这气氛显得有点诡异。哎呀，有点心虚呀，我在这儿走的。早上的阳光透过树林洒进来，这个气氛有点像鬼片现场啊，拍恐怖片可以来这里啊。诡异森林，碰到一个小队伍，赶紧跟上他们走吧。这个森林只能中午走啊，因为早晚要出事儿。走了足足40分钟，终于走出这片迷雾森林了，和外面的大部队汇合了。这外面人超多的，这一大早呀，马路上就这么多人，也不知道从哪儿穿出来的啊。昨天晚上也不知道住哪儿呢，早上穿出来这么多人，要往那山顶走啊。这儿怎么走出2队来了？上面一行，下面一行，我该跟着哪边走呢？下面走的人多，我就走下面吧。这得有200-300人吧。哇，太难了，一大早就给我上了个强度啊！哎呀，到这里歇息一下，一会儿再爬南顶。哎，最终的南台在那里呢。哎呀，这小山坡上拍照不错，大家都在这儿拍照呢啊，因为后面的背景就是南台，一会儿就往那儿走。哎呀，看着挺远的啊，走过去不知道多久。有头母牛。哦，从那里走过去啊，这边走过去，爬不动了，躺这儿看他们爬吧。哎呀，太累了，这2天把我30年的路都走光了。哎呀，都在看这个美女拍照呢。小红书上面美美的照片是怎么来的啊？就是这么拍出来的。这么冷的天气，换上那个裙子，在这里摆拍。哎呀，太辛苦了。今年我也开了小红书账号了，以前一直没有做，今年就一起做了吧。反正视频拍都拍了，多发一个平台嘛。大家可以去小红书搜“大海去旅行”，就找到我了。这里拍照也超美的啊，和天际线拍照，感觉在天上呢。站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5个台啊，看一下我们走过的路。这个尖尖上就是东台，我拉近一点看啊，比较远看不清楚啊。然后往这边走，这个尖尖就是北台。然后下面一点，这里有房子的地方是澡浴池啊。第1天晚上我就住在这里。再过来一点点，这是中台，中台有个大白塔。然后这里就是西台这个地方，西台、中台、北台，它3个连的比较近啊，就南台和东台挨得最远了。这里拍照非常美。上午9点半，终于到达南台了。
南台的海拔是2489米，在5个台当中是最矮的一个啊。南台顶上叫做普济寺呢。哇，这里真热闹呢！卖水果的、卖吃的、小吃的，啥都有啊。香蕉、苹果、梨、西瓜都有。这边是纪念品啥的。哇，这南台顶上是真热闹呀！一群一群的人。我吃个烤红薯吧，热腾腾的烤红薯，10块钱一个，按个卖的。到这个山顶的普济寺看一看，打卡一下。正对面就是大肚弥勒佛，要绕过去才能进入这个寺庙，设计挺巧妙呀。一进来就是大雄宝殿了，这南台的寺庙里面很古朴的感觉。这侧面还有什么地藏王菩萨、普贤菩萨他们的这些殿啊，这都是窑洞类型的，山西的窑洞啊，这是。Hello， 师傅。然后这个后面有个古佛殿，再往后就是文殊殿了。这个文殊殿，在这里。再去文殊殿里面盖个章。南台的这个叫做智慧文书，这样子的。看我5个章集齐了啊，东台的、北台的、中台的、西台的、南台的。哎呀，想集齐这5个章真不容易的呀！就这3天时间啊，徒步这么长的路程，脚都起泡了，才集齐这5个章。朝台一次啊，幸福一生。1个章10块，5个章50。但是这个图啊，你现在给我500块钱我都不卖的啊！这个图上凝结了我多少心情和汗水呢？可不是仅仅50块钱的价值啊！6月30号，大朝台圆满成功，腿都要走断了啊，太累了，下次再也不来了。别问我花了多少钱啊，问问你青春还有多少年。现在就一路下山啊，然后去佛母洞，去白云寺，这个就朝台彻底结束了。现在一路下山，从山上下来了，我的车之前就停在白云寺门口了，已经开进来五台山7天了，今天第7天。在这儿停了3天时间，开锁。哎呀，车里热死了，开窗户晾一晾，好热。好了，这一次徒步大朝台圆满结束，先拍到这里了，我要休息了，太累了，拜拜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可曾原谅他？原谅他总是不爱多说话，也不说有什么想法。现在开车到了清凉寺门口了啊，顺治皇帝出家的这个清凉寺。哎呀，在这个大山里头呢，现在这山里头正起大雾呢，雾超级大，这山里面若隐若现的呀，跟仙境一样。清凉寺啊，看这个台阶上还有龙呢，皇帝的级别啊，有龙。正对面是弥勒佛雕像，左右两边就是4大天王，保佑风调雨顺的。那边也有2个天王。
这就进了大殿了。一进来就是大雄宝殿，很清静的一个寺庙啊。这个地方交通不太方便，所以游客比较少。看这里写的爱新觉罗弘历，弘历就是乾隆皇帝啊。这是乾隆第2次来五台山的时候写下的这个诗啊。顺治是乾隆的太爷爷啊，是康熙他爸爸。康熙来这个五台山就是寻找他爸那个顺治皇帝的嘛，来了好几次啊。然后乾隆当了皇帝以后，他也来这里了。看来这历史上顺治皇帝是真的来这儿出过家呀，要不然这几个皇帝不会来找他的啊。但是现在这些房子呀、寺庙啊都是后建的，之前的都毁坏了。只有这个清凉石，是原来的啊，其他的房子都是后建的。顺治皇帝为啥要出家呢？好好的皇帝不当，非要出家当和尚，是因为他过不了情关呀，爱江山更爱美人。他最喜欢的那个董鄂妃死了以后啊，他就看破红尘了，不想当皇帝，那个整天勾心斗角了，所以就来五台山这里出家了。他来五台山也不是只在清凉寺这一个地方待着啊，去过周围好几个寺庙呢，所以其他寺庙里面也有他留下的一些足迹。顺治皇帝归山祠，这个上面就写着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家的原因、经过，还有在这边生活的一些情况，大家来了以后可以看一看啊。清凉寺里面最重要就是这块大石头啊，叫做清凉石。整个五台山这么凉快，都是因为这个石头啊。据说它是那个龙宫里面的那个石头。当时五台山这一片非常热啊，然后文殊菩萨呢就去龙宫把这个宝石借过来了，放在这里以后啊，这个整个五台山就凉快下来了。然后文殊菩萨就经常坐在这个石头上面讲经说法。现在坐上去呢，就有一股清凉之感传遍全身啊，很神奇的。你看，现在很多人在上面打坐啊。后来人家龙王来要这块石头啊，因为这也是人家的镇海之宝，但是我们当然不能给了。龙王一怒之下呀，就把这边5座山头都削平了，所以现在五台山的5个山的山顶上都是平的啊，就是这么来的。都是传说故事吧，但是来了以后可以摸一摸这个石头，哇，确实是非常的凉啊。后面还有一个文殊殿可以参观一下，这个寺庙建在这个半山腰，今天这个天气也是绝了，刚下过一场雨，看这个雾气在山里面流动呢，就像天上一样啊。然后那个半山腰居然也有寺庙。就那个地方有和尚在里头呢，我都听到念经声音了。你看这个云流动的很快呀，那个房子在云里面若隐若现的啊。然后再看一下这边的云，哇，这就是五台山啊，名山古刹。这个清凉寺交通不太方便啊，必须开车自驾上来。离五台山那个核心区特别远。今天到了佛光寺了啊，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寺庙，但是它对中国这个唐朝建筑意义重大。边走边说啊，这个地方门票40块钱。开车过来了，就在五台山的脚下呢，大佛光寺，咱们进去看一下。这个佛光寺它可不是普通寺庙，它被梁思成誉为中国第1国宝。关于它的故事，我必须讲给大家听啊。在100多年前，当时日本的学者呢就认为中国的境内已经没有唐朝建筑了，想要研究唐朝建筑，就必须去日本的京都和奈良。那么梁思成和他夫人林徽因听到这句话以后啊，就非常的不认同。他们就立志要在中国境内找到这个唐朝的建筑，
但是非常难啊。经过6年多的时间啊，他们终于在这个敦煌的壁画中，这个壁画是画的关于五台山这边的风土人情，在这个壁画里面发现这个佛光寺了啊，里面的建筑非常像唐代的啊。然后马上就来这边实地考察，经过确认无误啊，这个就是唐代的建筑，至此打破了那个日本的预言啊！哎呀，太激动人心了！走吧，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个唐代建筑，中国第一国宝。主殿在这最后面呢，就是唐朝的那个古建筑啊！哇，要从这个台阶爬上去，这也太陡了，这个台阶啊，70、80度呢，手脚并用爬上去。门口有2棵大松树。哇，这就是梁思成、林徽因发现的那个大殿啊，唐朝建筑，佛光真容禅寺啊。林徽因形容这个大殿呢，就是斗拱宏大，出檐深远。哇，大家看它这个房檐挑出来将近4米，哇，这就是唐朝建筑，非常的大气。整个寺庙里面只有这个大殿是唐朝的啊，其他的都毁坏了。走吧，咱们进到里面去看一看，这里面的彩树也都是唐朝的，一共有30多个彩树呢。全国保存完好的这个唐朝的彩树，据说只有60多个，然后这个大殿里面就占了一半啊。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来自唐朝的这个彩树啊，它里面人物也是很多的，有这个菩萨、罗汉、佛祖，还有侍女什么的啊。大家看，在角落里面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女性彩树，大家知道她是谁吗？她就是捐钱修建这个寺庙的人啊，是个女施主。这个寺庙最早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，但是在唐朝时候呢，唐武宗灭佛，就把它都推倒了。后来是这个女的呀，又捐钱重建的这个寺庙，所以她给自己做了个小小的彩树，放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，挺有意思吧？正是因为她的捐款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才能看到这个唐朝的建筑。最边上这不是文殊菩萨吗？骑的绿毛狮子，跟苏相寺里面那个一样啊，都是骑的这个狮子。在这侧面也有一排塑像，这是108罗汉，它都是明朝的，但每一个人也是很逼真，神态各异，也可以看一看。我们说这是唐代建筑，不是信口胡说的啊，是有证据的。在它这个房的横梁上面，大梁上就写着呢，什么什么时候啊，由谁谁谁建的，都有证据。而且在大殿的门口还有唐朝的金状，这上面也记载了。我们看看写的啥：女弟子佛殿主宁公玉，唐大中11年。宁公玉就是刚才那个捐钱的女施主啊，刚才雕像的那个女的。所以这几个记载互相印证，就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唐朝的建筑啊。这个金状一共有2个呢，这下面有一个，刚才那个店门口有一个，这都是唐朝的原物。然后这下面呀还有一个文殊殿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金代的啊，金代的，距今也是几百年的历史了。正中间就是文殊菩萨的雕像啊，骑的这个绿毛狮子。大殿跟前的这个古树啊，树龄1000年了，估计是和这个大殿同时期的啊。2棵古树见证了这个大殿了。哇，从这个上面看出去啊，视野非常宽广辽阔。远处五台山的山脉啊。这个地方为什么能完整的保留下来呢？因为它不在五台山的核心区域，游客也少，知道的人也少啊，估计是这个原因。